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方方面面，我是王云飞。前几天在俄乌战场上又出现了一款神奇的武器，就是乌克兰方面要用小直径炸弹炸了马里乌波尔的加起了13个目标，出现了一些神奇的作用。那么这个小直径炸弹在未来战争当中，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呢？今后乌克兰方面会不会大量使用呢？今天就这个话题，请王宇天先生来分析一下乌克兰的这个新战法对解决战场的问题究竟有多大作用？这个小直径炸弹呢，其实全名叫 GLSDB， 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 SDB 小直径炸弹呢，都是美国的战斗机携带的，它不像一般炸弹那么粗，它是那种细长的，跟炮弹似的。它在投掷之后呢，它在空中会展开一个这个翅膀，然后这个翅膀呢就可以滑翔，可以滑很远。然后利用这个滑翔呢，就可以增加这个炸弹的射程。一般如果在高空的话，可以打100公里左右。而且它是 GPS 制导的，对于这种固定目标的打击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成本非常低，数量呢也够。这是美国就是在考虑如何应对大规模战争，他提出了一种策略。而美国之所以搞这个 GLSDB 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发现自己海马斯射程不够。海马斯火箭炮一般射程呢就是在100公里以内，80-90公里左右。这个射程呢，在俄乌战场上呢，现在俄罗斯呢它没办法，但是如果碰上像中国这样的对手呢，那肯定是不够看的。那美国现在又没有更大的、更远的火箭弹的一个规划，怎么办呢？这美国人呢就是开个脑洞嘛，就说，我们这个小直径炸弹自己能飞很远，而现在呢，如果没有战斗机投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海马斯把它这个小直径炸弹给打到天上去，然后在它天上再滑翔？然后经过计算呢，发现这样还真的可以把射程从海马斯的90公里扩展到150公里。而我们知道马里乌波尔距离这个俄乌战场前线呢是超过90公里的，而这一次乌克兰用来打马里乌波尔呢，其实呢就是用了这个 GLSDB， 但是这一次毁伤效果呢，目前看来并不怎么样。据说这10几次打击中，好多呢都是打偏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被拦截了，真正造成的这个损失呢并不大。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也是去年那个美国刚搞出来的，自己还没有多少存货呢，估计也是把这个连实验弹带那个好不容易生产出来的这个一批炮弹全部给乌克兰了，先拿乌克兰去练手嘛，用战场来实验他的新武器，这个也是西方国家现在普遍的做法。但是现在呢，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尽如人意的话，那么未来可能对这个美国陆军想提高射程的这个想法呢，就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打击。毕竟它的操纵面可能太小，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可能改变航向的这种幅度不可能太大，这要看空中风给力不给力了。如果空中风太大，那么改变舵面这个效应可能就不会很好。但毕竟它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如果空中风不大，可能它还是有一定的打击效果。其实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们中国也可以学一学。我们那个美国不是要搞跳岛战术吗？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火箭炮呢，射程虽然已经很远了，但是呢，离这个第一岛链上那个琉球群岛呢，可能还是差那么一点。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滑翔炸弹，像雷16这种把它作为火箭弹的弹头把它打出去，说不定可以够到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一些小岛，这样对于压制美国的这个跳岛战术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说呢，美国这个脑洞呢，其实对中国反而更有用。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反正90公里的海马斯你都已经拿它没辙了，150公里的这个 GLSDB 拿它更没辙。它倒是有辙，拿它的巡航导弹去打击，可是太不合算了，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巡航导弹摧毁人家的海马斯导弹阵地去，因为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海马斯这种打出来的小口径炸弹才有多少钱？一枚巡航导弹多少钱呢？而且海马斯打了就跑，它是一个机动的一个火箭炮，就是它打一炮换一个地方，你就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因为那个导弹你从这边发射到真正要击中目标还得好几十分钟呢。对，所以呢，现在对于这个俄罗斯拿这个海马斯真是没多少办法。但是如果碰到中国手里的话，我们的大型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随时随地在天上盯着，
哪里发现海马斯，哪里就是一发导弹下去了，根本就跑不掉。也就是您说这一次乌克兰使用的小口径炸弹进行打击，最大的效果就是给中国带来了启发，因为中国的类似的炮弹那实在是太多了。未来不管是反抬头作战，还是针对干涉大国的那些小岛作战，都有用武之地。好，谢谢羽田先生的解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面，下一期我们再见。